你们好哈。那这是今天的3张牌。那如果你要看久一点呢，你可以按下暂停。如果你已经选好了号码，记得在留言区做一个更强的连接哈。那不啰嗦，我们就开始喽。那我们现在来看到选择第1号牌的朋友哈。从这5张牌，其实可以看出一个很简单，不是很简单，一个很明确的事情，就是说这件事情好像不是这一组牌不是好像谁主动靠近的哈，而是从你的内心对于以前的事情不再那么有感觉，不再那么痛的那一刻就开始，已经这个故事线已经往你这边走来了。因为这一组牌全部都在说一个恢复中的一个心意，一个灵魂正在慢慢的把某个人，其实就是讲你了哈。从旧的伤口里面慢慢的拉出来，所以那个即将让你脱单的人，他所带来的预兆各方面，就先从你自己的心里开始。其实不是因为你多积极的去寻找，或是多展现自己，而是你开始对于以前过往的事情开始松手了之后，新的恋人的那个讯号，大概就传递到宇宙了，然后就做一个对接了。然后因为你现在还在有所捆绑嘛，可能你灵魂可能有一个钩子或是一个扣子哈，它现在还在扣在你的心，它现在还没有在跟宇宙做一个对接，没有跟宇宙去交代说，其实我可以了，我可以找到这个路径了，可以把我勾住，把我运送到新的旅程去，新的恋情里啦。所以这一组确实是要从你内心不再那么痛了，已经开始在转向，然后往新的未来、相信未来那个方向走去了。这个是这次的核心价值。那么宝剑3的逆位、宝剑10的逆位跟教皇牌的逆位，其实在讲说过去的能量已经进入到了尾声了。然后这3张牌同时在逆位出现，其实很少见，因为代表说你曾经被某一个感情关系压得很久了。我觉得那个不是一个很单纯的一个分手跟失恋，而是那种心理上的某种的疲倦感哈。所以你早就知道说那段关系走不下去了，但还是拖着撑完到最后的一个形式。所以教皇牌的逆位哈，让人想到那一种信念各方面都有一点慢慢的被掏空。其实也不能说是拖延了，而是你本身就是一个很有爱的人哦，所以你没有办法从一个爱情很深入的投入之后，这么快的就在结束之后就把自己转向了哈。那个每个人因人而异，所以教皇牌其实在提示或是让你回忆起说，你是不是常常对自己说，我是不是不值得再被爱了？是不是我在过去的爱情里面有太多的想法，太多的就是自己的理念、自己的价值观然后做一个沟通或什么时候，觉得自己已经被人嫌麻烦了，这些的。其实这个阶段很理性你也很冷静，那是一种很冷静的防卫机制，你变得比较懂事、成熟，愿意分析感情那我觉得这些逆位都出现的时候，其实他是在讲说，因为你其实不想要再重演以前那一种失去或伤口的那个崩溃，所以宇宙这里在跟你显示是说，你以为这3张牌在讲说，你以为现在所谓的这个不再那么痛是一个完全的结束，其实他现在在告诉你说，因为你的能量又要找到一个要重新的入口或出口已经要出现了，他现在这3张牌在告诉你说，过去的那一个东西已经进入尾声，或是其实已经断掉了我们现在的还在那一种的想念或是还在感受，或是觉得自己还没有断，其实都是一种即便有一点伤痛，但也不想完全失去的那一种，有点珍惜吧因为你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有爱的人。可是这3张牌同时出现的时候，其实在讲一个非常明确的切口啦。大家讲说新的能量这一次它不是直接注入到你这一段人的生命里它是有一个门，有一个入口，也可以说是一个出口，它正打开，你要进去了因为宝剑10的逆位代表说痛苦已经到顶了，它只有转换到一个新的阶段。你记得我们宝剑10它最后有一片汪洋嘛，后面还有一个彼岸它的意思是说，你在这一个 A 的沿岸里面痛苦到了极点顶点之后，就抛下它吧。我们要去的是海洋后面的那一段其实你不用逼着强迫自己现在就要很快就放下了，而是你的潜意识，其实你如果已经意识到这3个牌所出现的这一个尾声的感觉的时候，你已经有意识到尾声了。那就表示你的那个内在的那个疗愈的机制我觉得它也差不多就是已经出现，因为你的潜意识已经比你的意识已经及早的在修复你自己内心了。你应该有感觉到你已经开始对旧的那个有点淡了
有点觉得为什么我还困在这个状况里面，已经有点烦了。其实你自己也觉得怎么还在这个状况里面，然后心里也觉得其实我好像没有那么想他了，偶然还是会想到，可是想到的时候没那么心痛，想到的时候也没有想要去追寻那个感觉，也没有觉得说要去哪里去看看你有没有办法再去巧遇他或什么那种追求感寻觅感已经不见了，反而都是只是一种有点类似想念，可是也有点似乎淡淡的遗憾混在一起。然后现在已经有点开始觉得说，其实我好像已经没有他的生活，已经也 OK 了，我已经进入了自己的新生活，这新生活里面没有他的影子，那些都没有差别了哈。其实我觉得这些都不是那个假象了，而是灵魂其实已经在偷偷的潜意识也在偷偷的在帮你把内在很多东西、情绪的空间的各方面已经在慢慢清空了啦。然后因为新的能量要进来了，很多时候我们不相信新能量要进来，可是你要看你有很多的内在的感受已经在做一些偷偷的改变的时候。牌面其实在暗示你说，宇宙已经在偷偷在影响你了，其实已经在不知不觉的帮你做一些处理。有的时候我们是需要自己去处理，有的时候宇宙会非常明确的介入去处理，这样。那今天这一题比较像是说，你的身体跟你的灵魂不太同步，你的灵魂好像已经看到了新的未来，他们已经自己在处理了，所以你的灵魂是强大的，你的灵魂是很有算理智啦可是这份理智算有点残忍了他已经偷偷的有点像没有经过没有跟你打招呼就帮你把它拉到比较好的位置。其实这个比较你要把它当成是有点像时间会冲淡一切的感觉。灵魂有的时候是顺着时间的长河走去的但是你的身体还是会有所眷恋，但是你慢慢的会有点怀念，说你之前的那一种痛苦跟舍不得，怎么现在已经没有那么重了？是不是连你自己都变冷漠了，想要抛弃了以前那个感觉？其实也算了，可是那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保护机制了那我觉得到战车牌出现的时候我觉得整个能量已经进入转动了。战车牌圣杯八的逆位就是能量已经转动，其实你已经逐渐的找回对于接近爱情的这个主导权因为我们今天这一题是新恋人脱单的这个征兆嘛，所以我们要讲的是你的改变。所以现在我就刚讲的，就是说你开始不会去想要去追谁，或是追求旧的感觉的那个东西，然后你已经开始重新选择自己了。很多事情的选择各方面你都只有自己不会再有那种过去的恋人什么的那一种感受的影响。圣杯八的逆位显示说，其实你好几度想要离开这个感觉，但是你内心也有一些遗憾跟怀旧的感觉，然后留恋过去的一个痕迹。所以这两张牌组合起来，就像告诉你说，其实我还没有离开，但是我也不会在原地等着这个人回来。但其实就是离开了，这就是离开了，只是你会回头，你已经离开，但你回头看，离开回头看，但你不会回头看的时候还回头走。不一样你已经会离开了。这阶段呢，这段时间呢，你这些变化性的这些变化，你察觉到的时候，其实这个变化非常重要。它表示说，你已经开始整理生活了，你想换发型了，换发色了，换房间了，调整社交圈了，跟朋友出去，跟以前朋友比较没那么常出去的，也有可能出去了，然后开始对自己的生活、新的生活有兴趣，比如说去健身，然后去运动，让自己的身材变好，然后让自己变好看，然后结果拍的照片越来越拍的越好，越来越着重把自己拍得更好看，比以前更好看然后学了很多新技能。因为战车牌的能量是要告诉你说，你如果开始变得比较多的行动，变得比较行动派的人，那就表示宇宙帮你安排了什么？你往新的未来、往新的恋人那边去的一个加速器。你知道这个很重要，这些改变很重要，不是新恋人还没有出来，是你们已经在往对接的方向走去了，快要出来了。这些改变其实是有意义的因为你的行动会在战车牌里面被看见，战车牌其实也在衬托出或者拖出你的那些行动，给你那些行动，不自觉的那行动。它不只是要被你的这些刻意改变然后吸引到了，而是说这些原本不在你原本世界的人，会因为你这些改变而开始注意到你。所以脱单的征兆不是从一个暧昧的开始，而是从一个陌生人觉得你很特别，他发现你身上有新的能量，或是你的新能量已经吸引到新的人，它是一个对称的方式。所以你可能会在新的场合遇到谁，然后新的朋友圈里面遇到谁，这样。我觉得那些都不一定是为了恋爱而去过去那个位置去认识的，不是了，而是你开始专心做自己的事情的时候，你会不知不觉的散发一种因为我们大部分时间除了你去照镜子，你会关注到自己嘛？可是，在跟你能量比较对接的人看到你的时候，他看到了很多是你的灵魂的样子，你的能量的样子。其实他很难诉说是什么，但他只知道说这个人有在吸引我。所以这些改变的时候会创造出一些我们刚刚讲的出口入口的感觉。
其实你已经差不多在往新恋人跟未来的方向走去了。然后我们对于旧的感觉的那种眷恋，或是已经开始淡的时候，其实你已经跟那个离得很远了。很远的意思不是他们离你很远，而是你往离他们很远的新方向走去。战车牌的意义就在这边，所以宇宙在这里显示说，新恋人会被你那种呃，你只在乎你自己的样子，而不是你在乎你要表现出什么样子给别人看。眼睛已经只注意到自己，而不是在关心到别人怎么看你。那种定义你是什么样子的眼睛在你自己身上，而不在别人身上的时候，其实你已经进到了很好的状态里了。然后对方也会发现你有这种带着我只在乎自我的真实的感觉。然后可是它一个特色是，你会给人有点距离感，但这个距离感会换来什么？神秘感，会换来对方的什么好奇。然后你只要温柔的、诚恳的对待你是身边的人事物，你所散发出来的这个魅力，它就会有一种柔和的吸引的光啊。那再来，权杖三、金币十，可能就讲一些比较远方的一些呼应哦。权杖三应该在这里代表的是你已经脱离了某种舒适圈了，然后金币十是代表某种稳定的东西了哈。所以这一组能量应该是在讲说，新恋人不会再出现你这边的时候，他会是一个短暂的心动的。他一开始喜欢你、追求你，他可能就想象的是未来跟你一起发展、一起生活，对未来一个比较长久的连接的，他才会靠近你。现在应该还没有遇到了哈，但是如果出现金币十了，跟权杖三了，这个讯息有可能在讲说，这个人已经在能看得到你的位置了哦，不一定是社交圈，也有可能在网络上他已经看到你了，这样。那可是还是在比较远的距离哦。那这个距离不一定是说什么时间，比如说3月到10月这种距离。他这里讲的距离比较像是一种生活层次的不同，就是说他现在可能在生活方式各方面还跟你还没有很接近，就是职业的领域、生活圈的区域，或是可能在不同的城市，这样还在不同的位置。因为权杖三表示说两个人的命运的轨道有点像在对齐，那个桥还没有对到，然后可是已经在慢慢的接近了，那个接头的位置已经在慢慢的接近，所以这整个具体的征兆来说是，你会开始遇到一些重复的象征，然后我们很常讲这个。好，记得常常讲这个，你也可以现在就把它记起来。当你一直开始遇到重复的数字，听到重复的歌，然后梦到某一种类似的情境，或是你觉得那个梦到的情境都是同一个人，之前记不得他的样子，然后或是最近开始认识某些人都有一种很不陌生的熟悉感。这个征兆在讲什么？因为你跟新恋人的譬如说你们两个是两个大圈圈啦，当你们非常靠近的时候，圈圈的边缘会什么？会重叠，重叠会什么？他们会去捕捉相同的东西，所以你会看到相同的数字，听到某一首相同的歌，会这样子，因为有东西在重叠，它会被强化，甚至有可能这些重复出现的东西是未来会影响你们的，所以你参加重复的数字，久而久之后其实那个可能是他的生日的数字，只是你当下没有意识到，你也没记得。那未来也不会确定到，可是他这边给的讯息就是这样，可是他生日的数字，或者他什么的数字这样。那某首歌可能是他现在正在听的歌，或者在整个意识上，我们两个正在听着，大家都在听的歌，这就是很接近，所以它要被凸显出来哦。那金币石的能量，我觉得在这边讲了一个更稳的东西啦。他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他不会用那种爆发式的电影爱情式的爱情出现在你面前，他的圈圈是越靠近你会越有安定的感觉，直到他真的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原来那份安定、踏实、有生活感、务实，最近也在开始比较追求这种东西的时候，是他的那个好的能量带来的。然后记得，如果你遇到了人，他靠近你，跟你对话，他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感觉在金币石散发出来。你们第一次对话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人让你觉得很安心，可以依靠。这个很明确。再来到圣杯侍者跟金币侍的时候，我觉得你的情绪会开始恢复了哈，然后有一些内心的柔软会开始发芽，就像我刚前面讲的，你只要开始比较柔软的对待你身边的人事物的时候，你散发出来的魅力会是全新的另外一种方式。这边就在讲这个哈，那我觉得圣杯侍者应该是在告诉你说，你不用担心，这个人一出来的时候，你一定绝对会相信爱情，除非你最近设下了各种的界限，阻碍各方面，爱情出来的时候，你还是会相信的。然后，因为这个人会带着完全不同的能量。然后金币是代表说那种很害怕跟很怕再次受伤的感觉嘛。接下来也有可能你还会再感觉到很害怕，
害怕受伤，害怕再死去。只是很特别的是，这一个人他出现的时候，你反而会有点把这感觉往后收回。你还是会防备，但是会收回。可是这两张牌组合在一起，因为圣杯配金币四，它有点突破性。好像圣杯侍者有这份爱的浪漫会突破金币四的这一个困窘。他好像在告诉你说，这份爱情你好像不想逃，也逃不了。反而是对方一直释出的那个安定的好感的感觉，反而你自己有点想要往他那边靠近。好，所以你原本还是有一些防备心跟一些害怕受伤失去这个东西还会有，但是已经影响不了你的决定了，影响不了你要靠近他。所以这份关系的出现，我觉得它不会重演旧的事情，反而是他一步一步的带着这份安定感在修复你过去的，还有建立新的。所以圣杯侍者在讲说，这个人应该很真诚。因为圣杯侍者通常就伴随着所谓的真诚，但是有一点点年轻啦，这个讯息各方面有点年轻，不是年纪的年轻，而是表达他的真诚跟对你喜欢的那个态度很年轻，好像不是很复杂的。那对方应该会有一点点离你所期待的人有点不太一样，他的样子啊、个性各方面，可能像你所预设的会出现的人，还不太是这个样子。那可是你会发现，他这一个真心想要了解你的感觉，会让你觉得很温暖。然后金币是在提醒你说，如果你过于对于新的感情的靠近过于保守就是害怕了就是觉得还是不要好了，这样我还没准备这些过于保守，比较没有冒险性很有可能会错过你们能量对接的一个时间差。所以宇宙在告诉你说，这个人已经差不多靠近你了，记得现在开始练习接受各种可能。那你可能可以去多看新的书，去多看别种你没看过的影集然后去接触新的朋友，听听别人说说他们的故事，这样这份对新世界、对新东西的接受，你先开始练习。等到这个人一出现的时候，你就会有比较能够张开比较大的弧度的手，去接受不在你预期的事情，然后你也会开始接受自己其实值得被各种好的能量爱着的这一件事情。现在还算有点防备，现在你要慢慢的把它展开双手，这样。那这边最后出现恋人牌我觉得恋人牌的出现还蛮关键的它其实它就是这整张牌的核心因为恋人牌讲的不是只有浪漫，我们常讲说它也在讲一个选择嘛，它在讲两个能量在互相契合的时候，其实还是有一个选择的，选择什么，前进还是不前进这样。因为整组牌命运在讲的是说，它在提供了一个连线的机会。其实你们已经有在连线了，然后有在靠近了，这是一个连线的机会。这组在讲的是这个，但其实恋人牌这边反而在讲，其实一个前提他这个选择在讲说，当你真的很明确感觉到新的频率进来的时候，你有要信任或是相信这个就是新的故事的展开吗？记得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还是会对一些旧的感觉有所留恋那个会拉扯你。但是新的恋人出现的时候，他的能量其实比较大，他会带领你去往新的位置走。但你心里会出现的那个疑问是：我有相信自己能够走到新的恋情吗？如果爱重新出现的时候，我敢不敢相信这一次是不一样的呢？恋人牌在讲的是这个。那但是恋人牌的另外一面是说，虽然你有这个疑惑，虽然你有这个选择的小困扰，但是你还是会再爱一次了，因为对方毕竟不是旧的人。而且对方是你从未没有预料到的人，其实你有没有办法去规划跟推论说他会出现什么样子的爱你的方式、表现方式，你没有办法推定了，因为他已经不是很不一样的人了。然后这个人其实他出现的时刻，就像我们一开始讲的，你开始对旧的感觉比较没有那么焦虑的时候，他几乎已经就在附近了。然后新的恋人出现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你自己没有那么急着要去定义是什么关系，是朋友、好朋友，还是要进入交往这样。你其实是慢慢的、自然的就被他吸引。可是你内心的那一个怀疑，就是我要不要再相信这一次？我要不要再相信这一次？当然还会一直重复出现，但它会越来越没有声音恋人牌也有讲，对方也不是就是看到你就冲来了，他其实心里也是在准备要被你吸引了。什么叫做心里在准备别人？他也在心里在想说，是不是这个人就是不一样的？这个人是不是就是对的人？这样，虽然他在靠近可是我必须说，这一组我们讲的靠近，他并不是往你这边奔向而来，而是你们两个在往彼此靠近。可是这个路径会有一个交汇点，那两个人其实都有在
在相遇前都有在重新建立自己内心是否要相信爱情的这一个课题都有在出来，不然你们两个不会对齐啦。其实两个人其实现在是一个同步的方式，尤其在10张牌的时候，最后是用恋人牌来做尾声的话，其实他在做一个总结，你们两个确实是一种同步往彼此这边走来的，所以你现在所感到的一切的变化，他那边其实也会有，所以才会在你们两个一遇到的时候，就有一种很高度的默契，就是怎么那么熟悉？其实你们两个也差不多刚好在经历差不多的事情，也许就在集体意识的时候，你们在比较靠近的圈里面，感受到很多相同的事情。所以这全部的能量哈，我觉得宇宙在显示的征兆，不是在告诉你说，哦，我最近有感受到爱，或者我觉得有人在喜欢我，不是这种东西。这一题讲的比较像是说，当你最近有所有的事情，很多你会发现你就在偷偷的改变自己，换个发型，换个发色，衣服的风格，去买新的衣服，这些都很小的东西。家庭的摆设，新朋友，想要去新的地方看看，以前你不喜欢的音乐，你会拿起开起来听，影集各方面哈。这一系列的只为自己的快乐而改变的东西改变的时候，这个就是这一题脱单的征兆已经出现了。你会发现自己越来越愿意打开自己的生活线，尝试以前不会去的地方。朋友临时的邀约、临时的活动，你竟然都去了。一个突然发起的突然的旅行，然后你就觉得说好啊，那我就去这样。以前不会，以前会担忧东担忧西，这样现在就不会这样就去。还有可能最近做的梦里面的直觉更加的敏锐了哈，梦里的重复性也开始高了，然后爱情的感觉，梦里的爱情的感觉也开始高了。梦里陌生的脸。虽然是陌生的脸，可是总觉得他是同一个人哈，然后总觉得梦里的一些故事都是有人在靠近，有人在安抚你，有人在接近你，或是在梦里牵着你的手，可能只是大家也去旅行，然后跟他聊天，可是内容什么都忘记了。可是这宇宙给的讯号就在告诉你说，好像有很多东西因为有新的能量靠近，而你的一切都在默默的变化之中。它的变化的比较值就是跟你之前的生活的你所安排的固定的规律不太一样，它好像一直有在点缀什么新的东西跑出来。所以从我们这样子整组牌、战车牌跟恋人牌的组合，其实在告诉你说，你们其实是有在行动的。然后那个方向是因为你们在远方已经产生的连接，现在只是要走到交汇的地方。所以这些改变是在告诉你说，你在往前走。但是，而且你只要开始有改变，你只要开始有变化，那就表示你们会走到看到彼此的位置。所以真正的核心是要相信这条路要往前走了。你要相信这些改变就是宇宙给你的征兆了。你不要觉得说这只是一种什么不起眼的小改变不重要，不是这样子。这些改变都是一些征兆。你平常之前没这么多的改变，为什么这次这么密集的这么多了？表示能量有来了哈。因为神秘学的角度是要相信能量的变化。他的直觉就是因为你周遭的能量的变化而感觉到的一些直觉，那相信很重要，不相信这些不成立了哈。你会来看，我就相信你们会知道能量的重要性哈。所以记得这些小细节，生活上的，比较物质上面的改变，其实都是一些不错的征兆。这是1号牌在讲的，那你就持续做，持续去体会很多你想做，然后就觉得很快乐的事情就好了，因为那个路径已经慢慢的在往他那边走去了。好。然后他一出现的时候，那一份很强烈的熟悉感跟安心的感觉，就是确定他的那一个象征。我想你应该会敏感到是他了。这一组没有什么太多的没有阻碍，这一组没有特别介入在前面挡住的石头，没有感受得到就感受到那个改变就对了。好，那这样的话，那这是1号牌的朋友，那先来听喽，祝福你。好，我们现在来讲选择第2号牌的朋友哈。那我看一下。这个脱单预兆这10张牌哈，他在讲你一个心境的改变啦哈，大概可以看出来就是你正在从一种想要被看见哈，被好的能量看见，或是你已经变得比较好的能量看见，你现在对自己比较满意，然后开始记得你自己值得被爱之后，你的能量已经开始转向是已经比较开放的，能让别人真正的靠近你了。整体的能量的结构，圣杯、金币的脚步、星盘、魔术盘，其实整个结构是很完整的，各种能量都有发挥到不错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初期。因为排下来初期的话，魔术师牌、星牌跟正义牌的能量放在一起的时候，它确实是有一种重新开始的一个讯号了。你曾经可能在感情里面太过努力的想要证明自己，然后也太希望
很多事情都是有付出、有收获、有所回报了。但是这组的能量暗示说，宇宙已经帮你重建了这个自信了啦。就是不是外表的或是表现上的自信了，而是我就是我，我就是 me，I'm me 的那一种稳定感。那星星牌带来了一种你已经内在被旧的事情经历了很多时光之后疗愈后的，现在是比较轻盈的状态了。然后你可能最近会变得比较乐观，比之前在更乐观，然后更期待未来的一些更多的发展例如会更想要出门，更想要找朋友聊天，然后有更多的生产力就是做很多事情、工作各方面的。其实这个变化都不是偶然啦，其实这个就是单身能量的前兆就是宇宙已经帮你恢复了什么？恢复了可以吸引到好频率的那一个自己，那一个能量。你的能量已经能够不用来专注于疗愈你自己跟复原你自己，而是已经可以往外释放，变成是一种可以吸引好能量的一个方式了。那正义牌的出现说明说，你终于学会，无论是未来还是再遇到接近或是各种生活上的事情的时候，你不会再委屈自己、委曲求全、讨好别人，这个东西已经开始都改掉了以往的你啦，我觉得太迁就很多人了，怕冲突，然后压抑情绪，这就是讨好人的这个性格那现在开始之后，选到第二组牌的朋友，你现在开始意识到你已经开始不一样了你开始如果感觉到你已经不是那样子的人，就赶快把它强化它，因为你在新的关系里面你会更愿意开口说出自己的什么界限，这个才是真实的。我觉得人跟人一开始遇到的时候你能够坦然的、自在的说出自己的界限，我不要做什么，我不希望做什么，我不希望遇到什么，我觉得你不要超过这些什么这些的。这个你的那一个讨好的、压抑的、过度迁就任何人的这个东西，就已经不在了我觉得大家都应该要回到这样子的很真实的地方，因为你喜欢人，别人喜欢你，大家都希望能够看到的是最真实的地方，就连这个界限他们都能看得到，才比较好操作，才比较好释放自己的能量了。所以宇宙在这几张牌给你的讯息是说，你的新恋情会出现在你不再假装什么乐观的时候，你也不再怎样迁就任何事情的时候，心里是很自然坦然的，而不是强迫自己去的而是它已经演化成自然的形成为一种我不再假装很多东西了。所以也就是说，你的诚实你对自己的诚实，你对自己的坦诚你不是用来说服自己的这些话已经不是用来说服自己，而是非常坦诚的这个光芒，内在的自己正在吸引好的能量过来，还有吸引他过来。先不讲他的能量跟你的契合度有多少了，他能够被你吸引过来，表示他能够感受到你的这一个真诚，跟你的内在的诚实，还有你的原始的你自己非常真实的那一貌，他是看得到的，看得可能比别人更清楚。所以你不需要完美，你也不需要故作坚强，或什么刚刚前面讲的，不用假装任何事情的时候，你只要保持你现在这种，我觉得真实我觉得怎样也许有点任性，有点自我，有点自大，有点自傲，但是很真实这就是我的状态这个能量就会吸引到他。不要再去觉得迁就任何事情，不要再去假装怕避免冲突什么的，而去觉得称赞别人或什么那些东西都不需要。真实的自己，喜怒哀乐、喜好、敢爱敢恨这些东西都把它表现出来，这个真实就吸引到最适合你的能量。那么权杖侍者到金币皇后的时候，他就有一种初期的有可能邂逅的一个讯号了。因为权杖侍者的讯息代表说，怎么说？权杖侍者的讯息代表某种机会的开创了啦，出现。然后金币皇后则是，在这个开创的契机，一开始遇到的契机的时候，你就会被欣赏、被尊重、被感受到你的重要性。所以这两组放在一起的，就代表说你会在某个新的场合、新的工作、新的环境、新的朋友的介绍，或是线上的互动，第一时间它就会被你原本所散发出来的所有的真实的东西所吸引。所以回到前面那一组，你就要习惯性，你所有的表达都是最原始的自己、最真实的自己，不需要因人而异的展现出不同的好。你是什么就是什么，不要害怕得罪别人，不要害怕讲出别人不想听的东西，因为我们不知道对方是谁。那可是这个要跟你吸引的人他一开始最被吸住的就是你的这个诚实、坦诚、真实的自己。然后你身上这一种坦诚，其实对他来讲是一种又诚实又带点可爱的感觉。就是诚实里面觉得，这个人很喜欢自己，这个对他来讲就有点可爱。然后可是很喜欢自己，不会被其他人情勒或是影响，这个自己又是一个非常成熟的表现。必须要走过很多事情，经历之后才找到这个位置了。所以你的那种稳重的，可以谈论你的各种生活细节啊、生活啊、背景然后又带了很多的幽默感啊，轻松的感觉就有幽默感的感觉了然后就会吸引到他，即使逐步的靠近。所以这个人
一开始不会特别主动，他会有点观察靠近，他会留意你说过的话，好，然后看看你的人的跟人相处的态度，然后在群组里或是在你 po 文里面看看你的反应之后，再想到最好的机会再去传讯息给你，跟你做一个互动。他不会突然出现啦，但是当他出现的时候，他已经非常融入你的世界的很多的价值观了。所以这段时间你可能会发现说，你身边忽然跟人的互动很多，好，可能也有比较多的朋友会跟你互相关心，或是有一些陌生人会加你好友啊、追踪啊、跟你聊天、传陌生讯息给你、关心你这些的哈。其实他讲的不是说这些人里面有这一个人，而是宇宙现在在测试你的开放程度。这一个人进来的时候哈，我觉得他只要一出现，你会立刻意识到是这个人。可是他一出现，让你意识到的时候，他前面已经观察很久了，他知道这个是最好的时机。所以现在的你，只要展现出那种你愿意跟各种多元的人事物做互动，那你就等于是把你的门越建越大个门，所以他就越来越能够找到靠近你的那个路口，然后他也能够看清楚，他才知道说自己是属于你的。好，你们是有很多的连结的，他只要迈出那一步，就知道他不会失败的，或是你会接纳他，他会慢慢的看清楚这些。好，那么我在看到圣杯9的逆位，然后再到权杖皇后、金币8的逆位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这组牌的那个能量很关键了，它代表说，你的核心其实现在已经比较多的是你很满意自己，你甚至被你自己所表现的很多都吸引，很意外，很想称赞自己，这些能量都胜过于你去追求让别人喜欢。所以，如果你现在已经感觉到这些的时候，请把它把握住。现在这个是很难得的自我满足的一个状态。你不期待别人喜欢你，然后我只知道我做的所有事情都是让我自己非常喜悦的，这样就可以了。因为圣杯9的逆位，其实在讲说你之前曾经太在意别人对你的期待然后也许你想让对方觉得你好，你很懂事，很配合，可是最后却发现说你做的那些事情、讨好的事情，只是让彼此的关系越来越空，没有扎实感，而且让你自己的心也越来越空。所以权杖皇后这边也在提醒你说，真正的魅力是来自于你愿意你自己本身很愿意主导生活的样子，然后你慢慢的变成一种新的状态你不再需要很多人爱你，或是很多人称赞你来证明自己是个好的存在，而是让自己已经成为我知道我自己是值得被追求的人了，没有人喜欢就算了，那些人就只是不懂欣赏。这个状态其实比较好，对你来讲，这个才是接下来你要遇到的那个人能看到你的部分，因为他也喜欢你这样。那金币8的逆位会让人可能有的时候会停下来去反省一下你自己了，就是你以前是不是太过努力了？因为金币8比较像是说努力过后得到一个等比的收获的感觉有付出有收获这样，不会不劳而获。可是它到逆位的时候，它其实是一种反思，你会不会太过努力了？你会不会太想要让所有事情变完美？一段爱情也是要完美的各方面，所以逆的时候，他在告诉你说，有的时候你会想到这些事情然后觉得自己是不是以前做的太多？你会去开始自责，去想想以前的失败是不是因为自己不是做太多，就是做太少这样子，这个状况会跑出来。但是宇宙在金币8的这个位置，就要让你明白说，其实你不需要变得更好才会被爱了。也就是说，以前那个所谓的太过努力、做太少、这个质疑，不代表对或错。所以这里才告诉你说，你不需要变得更好才会别人变，就是说其实之前已经够好了，只是很多人不懂得接住，很多人不知道你的好。所以你只要恢复什么？恢复真实的你，你还是想要这样子付出，你还是想要这样对别人好。你现在要修补的是什么？不要被太多的失败，然后影响了你做出了很多错误的改变。你其实不需要改变，你只需要去修补原本的你的真实性。因为你可能以前做的都是很努力，就发现是错的，所以你常常在质疑自己，说我这种努力是不是错的？然后就开始收敛了、修补了、改变的方式了。可是这边宇宙是在告诉你说，没有啊，你其实这样就很好了。你必须要赶快恢复到原本这个状态，因为适合你的人，他来的时候，他不会质疑你这些什么太过努力啊，你要求一段关系觉得太完美啊，什么这些的，他不会，他是刚好适合你。好，所以你要赶快恢复到你原本的最真实的状况。所以这前面已经讲了一连串了，这个人一来就会发现最原本的你是长怎样，所以你不可以乱掉你要让你的能量稳定下来。新的缘分一靠近来的时候，他一定就立刻被吸引了啦。那么再来看圣杯8跟月亮牌的逆位我觉得圣杯8。因为它正位所以它其实在暗示你
可能在遇到这个人之前，有可能会离开你所熟悉的区域、领域很多地方，然后去寻找新的连接。那这个不一定是意味着说你要搬家或离职啦，哈，他比较讲说你心态上的某种前进已经不在过去的那个位置了，你会有种感觉说啊，我不再需要别人来证明自己的爱了，我现在已经知道自己可以被爱了。这个就是一个所谓的离开熟悉的领域。以前你的范围是觉得说我值得被爱，所以才知道说我被爱，你要别人喜欢你才知道说你是能被喜欢的，都是靠别人觉得怎样，靠别人觉得怎样。而且现在你就会开始发现说，没有，我自己觉得怎样就是那样啦，哦，那样就已经是对了。当你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怎么样？圣杯八的这个能量就转换了，转换成你们的互相靠近。所以月亮牌的逆位也代表什么？清晰。月亮牌常常讲很多的神秘起雾嘛，可是它一到逆位都是这样，清晰，雾要散了，那些幻想、那些模糊、那些猜测都不需要，然后取而代之的是那种脚踏实地的看到了那一种整个夜晚非常明亮，还能看到星星的那一种夜晚，没有迷雾，没有神秘。哦，所以新的恋情代表什么？它很真实。它一开始出现的时候，就跟你不会有什么暧昧的戏嘛。他虽然前面有观察跟探测你、探索你，可是他只是想要抓准那一个出现的时候是最安全的、最准确的方式出现在你面前。所以这个人出现的时候，你其实不太会怀疑他的意图。因为他也不是那种会制造什么浪漫的情感波动的人，他出来就是很真实的。然后你反而还觉得很轻松，他还出来就把很多的事实、想法都真实的告诉你。他希望一开始就取得你的信任。所以宇宙其实要给你的提示是，当你也开始讨厌什么猜测任何人的心意的时候，就像他突然出现的时候，你开始讲说这是真的吗？这是假的吗？这不会是表演吧？这会不会只是讨好我？所以讲，你开始也放掉这个东西的时候，他一出现的时候，你就会立刻辨识出说，是这个人。也不是说你等他出来了，而且他出来的时候，你才发现说，我的这些心底的改变，跟以前不一样的改变。确实才让他看到我，然后那时候你就会放开手去迎接这个人的靠近，这个人的表现。记得这个人出现的时候，其实他是想清楚的。第二，他会让你非常觉得可以信任，而且是对人觉得非常放松，他不会让你觉得很紧绷。那这代表什么？你可以完全做自己。你以前的那些很做自己，觉得什么爱情是对的，需要这样的努力的爱情是对的，什么要这样相处才是对的，在他这里就不是问题了。因为他在观察了很多的你之后，他发现这个是我要的，无论你的模式是什么，好，无论是哪种模式，他也都知道，所以他才会靠近，他才会跳出来。好，他其实会让你发现，说其实你可以放轻松，你放轻松的做所有你的喜好的，我都喜欢。他其实是要这样子的出现啦。所以这里的牌哈，我觉得魔术师牌跟月亮牌的逆位做一个潜在的讯息啦。我觉得整组牌的头尾用这两张牌来讲的话，他可能在讲说，其实你将要开始进入一种你不用太多猜测，很透明、很清晰的关系，不需要再去解读对方，也不再要去试探对方，对方就会主动让你知道很多他对你的喜欢，还要去表达非常明确的意图。然后，但是在他出现这一个瞬间的之前，你要开始，不像我们刚刚前面讲的，我只有我自己能主导我自己的生活，我不需要靠别人的喜欢、赞美才确定我自己是最好的，不需要。你差不多会进入到就我自己知道我是谁就已经够好了，这样就可以的阶段的时候。这个人他就会跳出来，因为他也会感觉到说，你已经不需要仰赖别人的赞美，两个人靠近就是用最真实。他一来，他就是要接受的，就接收的就是你最真实的样子。所以魔术师牌的能量会让你在这段时间怎样？就现在这段时间呢，会特别吸引人。如果你的本质上越真实，你说的话越真实，你做的事越诚恳，你分享的内容越是你，然后。其实你现在正在散发一种特别的吸引力，那对这一个人来说是什么？是一个射到高空的光，他完全不会迷路在找你的路径上面。所以这一题在对2号牌来说，这个脱单的征兆讯号，真正的核心在于什么？你要好好的表达真实你自己。原来这个征兆在你身上，只要是你身上有很多的改变，就像我刚讲的很多的小细节的改变什么的，然后你更喜欢自己，那就表示这个第一步所有的。他要靠近你的节奏跟能不能找到你，都完全靠你如何真实的表达你自己。你不用特别的强化你的好，你只要回到你觉得自己什么样是好的，然后是真实的。我要怎么样子的人生？我喜欢我自己现在的样子，这个状态，你把它表达出来之后，表达在网络上跟朋友相处的时候对话什么的，他会看到。好，然后他一旦看到，他会立刻，他其实是到时候什么看清楚，你就是他要找的那个人。所以他前面会有说探索、仔细看，但是我发现你越真实，他越看得到你哈。
所以我觉得这几张牌，我觉得这整组能量不像是一种从伤口上走出，然后才遇到爱情，不是这种，它比较像是说从对爱情是什么的一个模糊的角度，变成是很清晰的知道，哦，爱情里面的状态就是我们都有独立的、有魅力的个体，然后我们互相吸引，我们互相靠近。你自己，而且我们两个都是非常喜欢自己的人，所以我们懂得怎么把自己分享出去。所以我们两个靠近的时候，就会有一种非常有默契的感觉，就是我们互相不影响，但是我们互相有很强烈的吸引力在吸引的。然后两个人互相会有点好奇彼此啦。好，但是还是会比较保有很高度的，就是我自己很最重要。反而你们开始觉得说我自己最重要，这个东西产生很强大的魅力，刚好在你们两个人身上是有效的、有效果的。所以可能会有一些改变，你会发现说你差不多要进入这个所谓的更喜欢自己的状况，就是你突然会开始想整顿你的生活，然后丢掉很多断舍离啊，丢掉很多东西哈。然后你可能会想要重新调整你的时间表、作息时间，然后社交节奏、社交次数，然后工作的时间这样长度，然后最重要的你会开始关注自己内心的身心灵的平衡、心理的平衡、好情绪上的平衡，然后再也不会这个最重要。你开始觉得你不会再焦虑，说我是不是没有人要了，然后是不是没有人喜欢我了？那个感觉一出来的时候，那你在所谓的接近最真实自己的这个概念上，已经快进入完成体了啦。其实这就是，但是这些改变这个进入完成体状态，其实就在告诉你说，那个人的也靠近，这个是最强的讯号，因为对方这一次靠近你，你这次能吸引到的能量，就是那一个人非常依赖跟相信爱情里需要爱上的是一个很稳定的灵魂的人，很稳定的心的灵魂。所以你现在越爱自己，越稳定的喜欢自己、认同自己的时候，你的发出来的那个光，就所谓的吸引力更强，它不会丢掉你，它会就这样子直直的往你这边走来。好，那这10张牌我再看一下什么重点哈。还是可以这边看得到他的人啦哈，他的人有一种，我觉得他不是你熟悉的类型，所以你现在想的类型，你期待他的类型，他不是这个，但他身上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就是他对很多事情都有静静的观察。他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啦，哈，可是他这些主见都不是莽撞的就说出来，他都会静静的观察之后才会想出来。因为魔术师牌跟权杖皇后的能量的交叠的话，他其实是一种对于他想要创造的事情有目标，他是有行动力的人，但是他不会去炫耀，不会去张扬，他是一个非常低调的去实践自己的人，所以他通常对自己的生活有非常明确的自己的节奏啦，哈。那如果以工作来说的话，他是有一些创意的、创造力的工作，比如说设计、艺术、企划或者是什么科技产业，反正他去写 data 或什么的，他需要去创造一些从零到有的这个状态的啦。所以他这个人是一个很擅长把抽象的东西变成具体效果的人，因为魔术师牌的能量加上权杖皇后的这个热情，全新的生命力的感觉。所以你跟他相处，虽然发现他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人，然后个性其实是很温柔的。好，那他的安定感是出现在金币皇后这个位置啦，哈，所以他其实不是会用甜言蜜语去取悦你的人，可是他本身在场的能量就让人觉得很有依赖性。可是他这里可能会变成说他一个小缺点，他可能不太会给人或给你一个非常满的情绪价值，好，但是他会对你所做的事情都非常有兴趣，至少他不会忘记关注你，他其实还蛮在乎你做的任何事情的，只是他不是会用情绪价值去让你觉得你做的是对或什么。可是你会发现说，他从来不会忽略你想要他看重的事情。好，我再看看里面的牌的话，还有月亮牌的逆位，其实代表他月亮牌出现就代表他的直觉是特别准的。好，他的直觉是特别准的，所以他有时候告诉你说他觉得怎样，可他说不出的逻辑，说不出个感觉，他感觉就是这样。他觉得不要走这条路，不要去那里什么的，记得要相信他，因为他直觉很准哈。他所感受的直觉的深度比别人多很多了。然后金币皇后跟星星牌的能量可能这边有做一个小小的提示哈，就是现在的你可能还没有那么明确出现，可是你也不要急着去寻找他，也不要急着遇到任何所有新的人就开始去确认是不是他这样。那因为这一组牌其实宇宙要告诉你说，现在是你一个非常好的能够吸引别人的状态，你的能量非常好，你先好好的享受吸引很多人靠近的这个过程。好，你不要急着验证这个结果。这个人他出现的时候，他会找到路径，让你立刻发现说是这个人，你会很自然的明确的知道是他。好，因为什么？因为他就本来就是能量，就是属于你的啦。好，他是所有靠近你的能量里面最明确的啦。好，所以我看一下哈。
好啦，这里整理起来可能有3个重点啦。第一，你最近的社交机会可能会变多；第二，你最近可能会跟很多人聊天对话，对话的次数、内容可能会变比较多。这样，第三，这个人出现之前或出现之后，你跟他会有蛮多的不小心的遇见跟巧合，会有。这个是他跟其他人不同的地方。好，那因为有魔术师牌跟月亮牌啦所以这一组从一开始认识相处，他的整个路径就是为了要显化一份爱情的，他没有要拖这么久那接下来1季3个月的话，你生活上可能会有一些变化了可能也许会有新的工作、新的朋友圈或是你的日常生活表作息会有所改变。如果有明确这个状况出现的话，就表示它差不多要进入你的视线里面了因为魔术师牌这一个东西有在显化一个新的东西，月亮牌有让路径变清晰嘛所以其实还是有一个转换的东西，因为有东西要被转变出来了，所以它会因为你知道为什么会有所变化才会它变出来吗？因为魔术师牌有所谓的把精神面转到具体面，所以它有一个转换的感觉，所以你会觉得，为什么新的工作、新的朋友圈、新的生活节奏，这些转换就是魔术牌那个转换。一转换之后，就所谓的月亮牌的逆位，那个雾散去了，它要出现在你的视野，它状况是这样子。所以再回到一件事情，你不要急着找它啦，它一出现会明确的，你难以否认它出现的状况。好，那这个就是2号牌的部分那我们就静观其变吧，慢慢等待，不会很久了，大概就这1-2个月的时间，大概就会出现的很明显。在最好的状况来说，其实他现在已经在观察你了。好，那就这样，我们乐观的期待吧。那谢谢你来听到，祝福你。来，我们来看到第3张牌的部分第3张牌这里一整个看起来的话，我觉得你内心有一个不想要再逃避自己的感觉的状态出现的时候某种爱情的感觉会清醒起来，会被唤醒。其实这整组牌的能量非常成熟，它其实在说你已经孤单够久了，然后这次的爱将在你在这份孤单里面被叫醒、清醒起来之后，它就会靠近。所以我看一下我们先从第1张先从隐士牌开始的话，我觉得它是一个安静下来的一种怎么讲自我整理的一个孤独的时刻了因为你或许最近会开始感觉到你特别的想要安静，然后不太想要社交或是对谁都提不起情绪，也不想提供任何情绪价值。跟朋友出去聊天的时候，也是意兴阑珊的，觉得听听就好了，有点像是义务性的陪一下那没有什么太多的热情我觉得主要是因为隐士牌的出现，你不是冷漠了而是你的能量正在回收，不再给予大家，你在回收到自己的内心。因为宇宙在隐士牌这边暗示说，你正在努力的，等等，没有要努力，而是你正在被宇宙影响着，在把你推去对你的内心、灵魂的部分再做一个准备。他希望你把焦点放回到自己内在的光，然后你比较不会逃避自己的感觉然后过去的你可能太多的习惯注意力都放在别人身上，喜欢的人身上这样，或是朋友圈里面蛮在意谁喜欢你然后谁忽略你然后谁可能不见了一阵子又出现，反正很多的想法都在别人身上了。但是现在的你，我觉得你更学着听自己，听自己的声音，整理自己的声音然后权杖3跟世界牌紧接出现的时候，代表这段静默的尽头应该会有一个新的门的打开。所以你不是永远，你会发现你自己，即便你已经习惯了孤独，可是你明白知道说，其实我没有想要永远都是自己一个人啦。你想要用更清楚的方式或是很明确你想要重新走出去的方式跟感觉。我想一下这里要怎么形容也就是说，你大概有新的下一步要往前走，因为权杖上的能量，权杖3跟世界牌的能量，它就让你内心非常清楚说，如果你想要往下一步走的话，你必须要知道你下一步要往哪里走，而不是只是要打开一个新的方向。所以你会也许会从一个旅行开始，而那个旅行你已经计划非常久的，譬如说你自己没有一个人去过西班牙或是法国这样，然后你就突然计划了这个，即便语言也不是很好但是你就觉得说，我要认真的、清楚的去在这个旅行里面试着去清楚计划我
想要的路径哈，然后也不一定是为了自己的内在的提升或什么，你就觉得说我想要一件很清楚的事情，我要参与，我要自己做哈。那这些单纯的尝试啊，哈，是你以前比较不太敢做的事情，然后。他这件事情跟这一个很奇妙的想要跟世界做连结的这个概念，就在权杖3跟世界这牌出现的时候，它其实就是一个脱单能量之前的一个前兆，叫什么？你想，你内心灵魂有一点想试试看，你到底准备好了没？进入到新的世界，因为权杖3有一种新的内心的向往，然后世界牌刚好接轨的时候，你就突然觉得我有能力去试一段有计划性的事情，刚好旅行又很符合，但它也有可能是你去参加一个课程啦，但是也有可能去参加一个语言课程，各方面的，反正它这一个往前去挑战、去试的感觉，会有一个结果，让你去断定自己、评鉴自己，我已经好了，我要进入新的恋情了哈。然后新的恋情来的时候，我就感受到我能够接住这样。那但是这边还是有一些小小的提示啦，因为正义牌的逆位跟宝剑3跑出来了，它有一些旧的感觉的一些余震、余温，还有小东西都还在。好，因为这两张牌同时出现的时候，代表说理智跟情感的矛盾正在被拆解掉。怎么说？理智正义啦，然后一些矛盾，宝剑3这情感的矛盾，这些两个东西出现的时候，它其实都是一些风能量的。它在提示你说，以前的你可能对于爱情各方面都太讲道理，太爱分析了。他想把它弄清楚，然后想要让爱情的所有的一切的付出获得都是非常合理的，不要有矛盾点，不要暧昧点，然后结果反而被这样子的坚持跟这样子的拘泥让你的内在的真实的情绪卡住了，跑不出来。因为有的时候你真实一些情绪想要出来的时候，可是被你的理智衡量过，发现说这个情绪不可以出来，它就永远都没有出来了。类似什么？你可能对于相处的时候有一些东西你觉得不满意，可是你的理智告诉你说，其实这个也还好，这不是什么大事情，过一下就好了，不需要拿出来讨论，这是小事情。就这些情绪1种、2种、3种、4种，累积到10种这种小情绪，就变成一个大情绪，就变成一个很明确的不满，就是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事情我需要忍耐，即便这都是小的，可是你的理智就压下来说这都是小事情，把它分析成太小事情。就后来一出来要去讲道理的时候，回到这2张牌的风能量，要道理就讲了一大堆，对方会有点措手不及，说怎么会这么多？所以宝剑3在这里讲的不是代表你过去的痛，而是代表说你过去的某些记忆还没有消散。那这些还没消散的东西，有时候你以为你是释怀了，然后可是再看到某些熟悉的场景，或是听到熟悉的音乐的时候，心里会有点酸啦。那这酸不是要让你回去，而是你心里会觉得，哎，怎么还在可是宇宙的意思现在在这边是要告诉你说，没有关系啦，有些情绪你不用把它赶走啦，它只是会让你在某一些片刻的时候回到你真实的自己，或是你已经忘记的自己的某一个部分。但是你只要允许自己说，你不需要完全完美的才能够走到新的未来，你不需要，你只要在你的生命中知道说你留出一些空间让新的爱情进来就可以了，你不需要完整的准备一个100%的空白的空间让对方进来，你还是可以留一些不完美给自己啦。所以有些这种酸的感觉出现，就是让它酸吧，因为它不会影响你现在的决定。所以正义牌的逆位也象征说，你不要再像以前这样要求一切都要进入很有道理、很对的，然后要被分析很细节的，因为这都代表什么？代表你有很强的控制欲啦，控制找到答案也是一种控制欲，然后但是这份控制欲会变成什么？会变成你的视野变窄，就变成说新恋人出现的时候，他可能是在宽广的角度，各种可能性会出现的时候，可是你的控制欲出现，会觉得说，爱情应该是要这样啊，在哪里才可以遇到？应该要遇到什么样子的人啊？我要去哪里才可以遇到朋友啊？遇到新的人怎么？就有一些规矩，那就表示你还没有超脱以前的模式。然后正义牌的逆位再告诉你说，你以前所认为的那一种衡量方式，在这边可能不太适用于找到新恋人，所以你这阵子你要开始接受很多的改变。譬如说我们刚刚讲的，你可能去做一个你有规划性的旅程，因为里面有很多的意外惊喜是你规划不来的。再来还有一种是不是你规划有的，而是它是完全没有预期的时刻或发生，这个就在旅行的时候就会发生的。那有很多的事件，然后你就会打开自己的宽广度，觉得说 OK 接受任何可能性的发生。这个时候会出现什么？新恋人出现的时候，有可能不是你一开始所设想的类型。可是这边就已经教你了正义牌的逆位，就叫你要放置这种控制欲啊。所以你连你想要期待的类型，这个人都要先放开。因为有的时候一个人的好，跟他内在你所需要的那个东西，不是你一开始可以想得到的。因为而且不在外表那些的表面上的，或是前几天遇到会开始遇到的时候，他就会知道有些人的好是慢慢的浮现出来，而刚好那个是你等待已久的东西。那这样子的人，在正义牌的逆位，其实在告诉你一件事情放下那些控制欲，放下那些强烈的规划，你不要规划那一种你很难
规划到的所谓的不可预期的事情，你只要规划到我们刚刚前面讲的旅程这些熟悉的你能碰到的事情，这就好了。其他的这种额外的各种设定跟推论就不需要，因为这样子会让你的视野变窄之后，还有一件事是什么？其实这也展现出你对于性恋情靠近的时候，你是用一种封闭的态度、封闭的心去面对的。视野变窄，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法了。你看不到啦，因为呢，你用一个小小的洞在看整个世界，因为你设定好只有这个洞能够瞄准到的，你才要去追求，才要去接受。这样子的视野就太窄了。宇宙从来不会给我们这样子的视野去遇到任何事情，它需要宽广的，它有无限可能的随机性，在整个宇宙能量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宇宙给你的能量、跟给你的路径、跟你的故事线，从来都不是只有单一的一条，而且从来不是说你跟他都只是在同一条故事线上，永远都有密密麻麻的故事线在发展中，而且产生非常高度的随机性。那我们在看牌的时候看到什么？它只是在提示说有这一条线，而且这一条线的发生的几率只是偏高。你可能要注意一下，但不代表说偏高，大概偏高到65%、70%。好，那剩下30%呢？可剩下30%有900条路线，它可能每一趴都有3条路线啊。所以它在代表什么？它代表说你要开放的心，因为有很多事情会出现在你无法预期的意外惊喜里面。所以你封闭起来，你等于是就只在你把握的那70%里面兜转，那剩下30%它就在那30%，因为那30%什么？代表你现在会单身，或是你现在会独处这么久，是因为这70%里面它不在那里，它可能在30%的故事线里面。如果你不用开放的心的话，你那30%就是碰不到了。好，这个很简单的就可以理解。所以它只是在身心灵的，或是在神秘学的角度，让你就要开放的心去接触很多，因为那个是我们比较能够做得到的事情，比较容易做，能够比较选择的事情。它就是所谓的跟朋友多相聚，去一些没去过的地方就对了。好，你一直封闭在自己的小世界里、自己家里，那其实在某一种能量上的沟通里面，其实就是在跟宇宙、跟能量讲说，我现在还没有要，那你要了，你就要去展开哈。好，那权杖5跟权杖6其实还有一些转折点了，就代表说在脱单的这个路径上面，有你需要重新学会跟不同的人互动的这件事情哦。所以如果你最近被动的人际关系变多了，人际认识的人也变多了，沟通跟人的沟通内容变比较复杂了，主题变比较复杂了，有一些小摩擦，其实宇宙就在告诉你说，欢迎来到新世界了。他的意思是这样。所以才会很多人变多了，沟通变多了，这样。所以你在进入这个新世界各方面说，其实你不要害怕表达自己的意见，要更喜欢幽默就讲出来哈，那一定要勇敢的表达自己的感受。但这些不要害怕跟勇敢表达自己，这些都是不是建立在包装自己跟美化自己上面哦。你原本在家里，在自己的房间怎么对待自己，怎么看自己，你在跟别人相处就是要这样。因为对方跟好能量注意到你的时候，第一时间一定要真实的你，不然他会爱错。他会喜欢错，你也会吸引到错的人。好，那再来权杖6的胜利跟认可，这牌，我觉得他在暗示某种你表现出色的时刻会被他遇见啊，可能工作上受到表扬，别的部门、别的公司的这样，或是你在社交的场合的时候，你突然变得特别有趣的，引起其他人注意。这样，其实权杖6在讲的是说，你有可能会在你突然绽放自己光彩的时候，尤其是有他人认可的时候，让人刮目相看的那个时刻，他会看到你。那一定是你在工作上或是能力上的表现上这样出现的时候，他会看到你。这个是其中另外一条线。那他有可能你可能在网络上的 po 文，发现说，我这个月的业绩做得不错，去 po 文啦，然后或是说你做对了什么事情，你怎么日文拿到什么级数啊，或者什么的，就是别人会对你以原本的刻板印象有所往上加分的那种刮目相看的时刻出现的时候，其实那个光彩会溢到他那边，他有可能会注意到你哈，然后你的朋友可能跑去给你留言啊，或是什么，就他就被推荐给他了，他就看到，这有可能是这个角度，然后他看到你，他发现说，这个人我看过，只是我们都不认识，就下次活动聚会的时候，他就对你有印象，到时候他就可能会有一些接触了，所以这条线他在权杖6有在讲。你的光彩在绽放的时候，你最近有些东西做得不错的时候，其实不要太过谦虚，就把它表现出来，让大家知道说你成功了，你做到了这样子哈。那心理的变化的话，出现在权杖9的逆位跟金币9了。这两张牌哈，我觉得它搭配起来，它来讲说哈，你内心有一些自信还没有恢复。可是这些自信恢复的时候，应该是出于你开始对整个世界放下防备，就像我们刚刚前面讲的，你要开始有点放开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
你会比较有自信。为什么？因为你发现了整个世界的多样性，然后你会成为自己是世界的一份子，然后你发现自己的独特，你会发现这个世界跟你不一样的人太多，然后你的独特性会被推高，你就会觉得。我的内心其实有一些自信，因为你平常的某些不自信，都是因为你跟一些其实不能跟你相比的人在做比较啦。比如说你的天分本来就不擅长做某件事情，可是你常常把某个人当成是你的目标，可是他比你更擅长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跟他相比，你就觉得说我其实是个没自信的人。我们就讲身高好了，有些人天生就身高就一出来就这么高，然后你又要去埋怨自己没有那么高，那因为他高可以得到什么很多东西，然后你就开始在想这件事。可这个就是一开始就不能比较的因为也有人喜欢没有那么高的人，因为喜欢跟他平高的人，因为喜欢跟你一样高的人我们讲身高的话，就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所以这章在讲说，这个恢复自信的感觉，就是说你放下了跟其他人的比较，然后放下了那一种自卑里面的防备之后，你比较喜欢自己我就喜欢我现在这个自己我就天生就长这样，我天生就喜欢这样，我天生个性就这样，然后你很自然的把它发挥到最好的时候，你没有害怕别人喜不喜欢你，然后你也没有害怕别人不喜欢你，然后造成的伤害，然后这些都不会对你造成怀疑的时候，你心里就会产生一种很强烈的自信，就是金币9在讲的。然后你就不会开始在焦虑啦，你不会再焦虑说新的人进来的时候他会只是玩或是随便相处就跑掉了，然后你也不会开始焦虑说，当我开始很认真想要了解对方的时候，其实对方其实没有像我一样那么想要了解彼此这样。其实这个都是你自己的某些在 GB9 的自信开始恢复的时候，你就不会那么在意了。那这些东西不在意的时候，宇宙其实在帮你打开什么？打开跟你能够比较好好对话的人啦。可是基本上你本质上的那一种最原始的自己，然后很喜欢自己的那个自信的能量回来之后，你的吸引力就变得很强。因为你的状态越好那一个人看得越清楚，他越难以，如果你出现在他的视野里面的时候，他越难以忽略你。所以你要开始准备好自己的生活，或是各方面都觉得很舒服。比如说，你开始喜欢让自己买一些你平常不会买的衣服，你想要在去网络上看到一些别人穿的很好看的，你从来没有试穿，然后你只是看到觉得很好看，然后你就觉得说，我就要去买来穿看看。然后生活上有一些装饰品，大家都喜欢买的东西，也许只是一些好像没什么用的一些可爱的东西，你就觉得我房间都没有这些，你就买；或是房间没有植物，大家放植物都好看，你想买你就买。然后食物你以前只是吃一吃饱而已，可是就觉得说我要吃的比较健康这样。其实这些都是金币9在告诉你什么？你只要单纯的开始让你的生活变得很自在，你比较喜欢去把自己经营起来。你的这个系列的能量就会变大，它会产生在哪里？产生在你对话的气质跟魅力。所以当你跟他接触的时候，他立刻就会吸引你那些本质上、眼神上，他立刻就会知道说，这个人好像就是我喜欢的那一种有自信又自在又轻盈的人。他会主动来跟你聊天。好，那在这之前的所有准备，还有我们刚之前的那一种自己规划的这个旅行，其实都是宇宙在暗示你说，你可以试着去找一些事情来去确定自己已经准备好了进入一个爱情。可是你心里开始觉得说，我可以进入一个爱情了，我已经准备好了，你不用去跟任何或是跟世界去做验证，说你准备好了没？不需要，你就是自己准备好的时候，宇宙就接收到这个讯息了，他就知道说，他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可以把那个新恋的人靠近的那个门跟入口把它打开了啦。所以这时候就有什么？圣杯9就出现了，圣杯9这里就抽到了。我刚刚已经看到圣杯9了，所以我先把这个东西铺成好，就是要接圣杯9来讲的。因为当你已经准备好的时候，你原本内心有一个我不相信会有新的爱情再来的时候，可是你准备好的那个瞬间，你产生那个吸引力就成为一个召唤力，它就在召唤附近最适合那个能量的人，在他心里发芽说，你可以去找那个适合你的人，他已经在附近了，在他那边的牌面，在他那边的能量翻起来就会是这样，他就是告诉他说，你赶快去找他，已经在附近了。你一看到他，你就知道是他。他的那边的概念是这样，所以你这边的概念就会开始觉得说，最近好像都一些爱情啊、浪漫的事情，有点感觉比较多。以前是排斥的，现在比较多。然后心里会觉得说，我去了这里吃饭，怎么觉得这场合里面有人好像蛮在意我的，好像有人一直在看我。然后去运动的时候，发现说奇怪了，今天好像有一点绑手绑脚的不自在，是不是有人在偷看我，从镜子里面偷看我这样？那是因为这个爱情的能量跟他的能量也在重叠，因为他在寻找你，他在寻找相同的能量，他会有一种奇妙的温度。那其实不是说他就真的在现场，而是你们的能量越来越靠近，不是说距离的靠近，是他有在寻找你，他有在往你这边走来。好，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宇宙已经知道你准备好了，所以他知道要开路了。所以，它是一种，该怎么说？它就是一种空中的讯息在互相交换啦。所以你最近可能会对于爱情的事情比较敏感之外，然后你最近也可能笑点比较低，对很多事情也比较容易笑出来哈。因为你的生活有开始感受到有一种些微的类似幸福的感觉，它不一定是爱情的幸福，可是觉得有一种幸福的感觉会出来。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质哈。
你开始有这感觉的时候，就会觉得你好像没有对未来的发展比较多的焦虑，对爱情遇到新的人也没那么多的焦虑，也不会去猜测说有可能会遇到什么样子的，好像就开始变成说爱情来了我就知道了，然后也不会开始怀疑自己说爱情来了我接得住吗？还是我以前的生活会不会影响？你开始就不会这样，就一切都变成什么很简单。它不是说你不会去想，而是你想爱情这件事情就会变得比较简单了。所以我觉得这十张牌在这个阶段宇宙要给你的讯息，我觉得大概要这么说了哈。我觉得当你不需要去从任何人身上去寻找你想要的答案，比如说你有很多的提问嘛，我好不好？我做的对不对？我现在走这个方向对不对？然后各方面的任何关于答案的东西的时候，你发现你自己就可以找到了的时候，你内在这个光跟这个人的牵引就很明确。好，因为当他靠近你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他跟你还蛮有相同雷同的东西，很多你内心的某种各种问题的答案跟他都相近，所以他会被你吸引过来，因为他在吸引什么？其实这一组蛮像吸引类似的人啦。那因为隐士牌跟世界牌有在做呼应嘛，他在讲的是说，这两个人都是从长期单身或是已经习惯自己一个人的生活里面，突然悟出了某种更高阶的感觉，就是有没有人爱我都没有关系，但是我知道我活得很真实，即便这是孤独的感觉，但是我喜欢我自己从容不迫的一个人的生活的感觉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们两个就对平。好，然后对平之后呢，会有一些预兆出现得很明显，就是你会开始被朋友邀请去一些新的场合、空间、地点、活动，都是你从来没有去过的。然后你的生活有可能作息会改变，然后改变得更好，或是设计的更细节，会更多样这样。还有我们都会说，在梦境里会有重复出现的故事，这个就是你跟他大概有重叠的状况出现了。那我觉得整个10张牌最核心的一句话吧，一个能量就是，当你明确感觉到说你没有那么抗拒爱情来了，然后再更进阶，你已经没有那么抗拒有人表达对你的爱，没有抗拒被爱，你心里已经这样子，跟遇到没有人没有关系，你心里已经有这感觉了。他也没有说你完全不抗拒，而是说你没有那么抗拒的时候，其实能量已经转向了。我觉得在宇宙的讯息来说，其实他已经帮你对齐了。这个是你可能最初最明确的一个心理的一个征兆。你已经没那么抗拒任何爱情进来，也没有那么在乎旧的爱情所带给你的任何东西，分得很远了。记得这个讯息很明确哈。好，那就我看一下还有没有什么？这10张牌的话，我去看金币34。它出现在你附近的时候，我觉得从隐士牌、权杖3跟世界牌这3张牌可以告诉你说，它应该会在你进入一些新的旅程、新的世界、新的环境的时候，它其实已经看到你，然后它会慢慢的靠近你。当他一看到你之后，他其实不会立刻靠去跟你聊天，他会知道你，他会去从别人身上去探索你是谁，这样，然后他会去知道你跟他的距离，这样，他会有一种慢慢安静的能量靠近你。他这一组就是比较安静的哈，你有兴趣可以去看第2组牌，第2组牌不是安静，第2组牌是冲刺的，不太一样。那所以第3组牌的时候，他可能不会一开始就有猛烈的告白啦，他是很自然的会从变成你的朋友开始，然后会从跟你分享一些生活的小事情，然后慢慢的让你发现说你们彼此是可以互相理解的，可以聊天的，可以讨论的，然后彼此是有机会互相懂彼此的，很平静，可是内心的鼓噪跟旋律声音还蛮大的。那权杖6讲的非常关键，所有他为什么会喜欢你的核心就在于他喜欢你自己的样子，所以你不用特别去强化这些表现，你不用去强化自己的个性，到现在都不用。今天你看牌前是原本是怎样，那个就是已经最好的方式了。好，那我再往下看，刚刚讲了嘛，你的社交圈会有改变然后作息会有点改变，然后还有一个特别的是，你的心境会比以前更安静、更平稳，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重点这里也可以看到一些他出现之后能带给你的改变就比较未来性，就是说这个人可能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完全是这个你的恋人，他其实是你一面镜子。我刚刚已经说你们两个有很强的雷同度他会让你看到你自己最原始的样子、最真实的样子，然后你成长的时候，他会让你知道说你成长了。
然后这份相处一个特别的是，你不用特别去讨好他，然后你的喜欢或不喜欢，你不用害怕拒绝，因为你发现他完全接得住，而且他想要知道你喜欢或不喜欢什么东西，所以他就变成你在这里，如果你本来是有讨好性的人格的话，在这边就完全无效，因为他不在乎。你可以真实的去表达任何你想要说的事情。那其实，在世界牌里面讲一个特别的事情啦，你现在所处的这一个周期的循环快结束了。这个人出现前，你已经进入下一个事件的周期循环了。所以你最近有很多的事情，比如说公司有些案子的结尾啊，反正有一些跟时间有关的一个结尾的时间到的时候，其实同时也是在告诉你说，你已经要进到下一个阶段里的时候，他已经要进来了。如果你要抓时间的话，可以这样抓。好，那最核心的重点是记得整个能量已经告诉你要走到新的位置了，他也在走进那个新的位置，你们即将要认识了。所以，无论你怎么对过去的事情有多少的遗憾或什么，你可以带着这些遗憾跟小小的伤痛，但是不要因此而现在封闭自己去接触新的世界、新的环境、新的空间、新的人际关系哦。好，因为他已经来了，你就要去了哈。这个时候有这很明显，他已经来了，你再不去的话，他不一定知道他在等你哦。好。那就这样，这是3号牌的朋友哈，那就这样，我们一起乐观的期待吧。谢谢你来听到，祝福你。